欢迎收看今天的加密数解读，现在是台湾时间10月31号下午1点15分。每周一到五会陪伴大家聊聊重要时事，并一起规划盘势。大家好，我是库哥。今日一样没有对账单哦，也是因为昨天的盘比较难做，我比较想要空手度过。今日主题很简单粗暴，就是期待暴涨。那我们就直接从盘面就跟大家聊聊为什么。那我们再来看到以太币的部分，整体价格走势是符合我们这1-2个礼拜的影音规划嘛？我们就是说整体都是要偏震荡操作。那就算这一次的下降趋势可能有做一次突破，那我们还去注意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下降趋势划掉，那可能还是在这一个黄线区间做震荡。那目前来讲，已经到了区间底的部分，都符合我们的规划，所以你应该不太会赔到钱，你甚至可能可以赚到一些钱。好，那我们从短线上面可以看到，目前是打到区间底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就直接做一个上涨 K 的吞没。那目前是来到一个下降趋势线的部分，虽然短线上面有做一点主动突破，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价格还是比较偏弱势的，所以大家不要急着说你要去报到很远的位置，甚至说我可能看到这个位置我就觉得有点小远了。我们目前就是先以一个区间震荡盘的角度去做单，甚至你可能要等它打到第二次这边，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不一定会打到，你可能要先设定一个颈线位置，或像这边我可能会先期待价格回落到这边。我觉得如果你期待回落到这一边的话，它正常来讲如果走到这边，它通常都还是会续落一根下去。那如果打到这边，你就可以期待有一个更低的价格，你可以去接它。如果你是多方思维的话，那如果你是空方思维的话，当然回弹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续空下去。那目前我都还是以一个多方思维在这边看因为前面的整体震荡整理的时间有点过长到已经不像是什么所谓的空头，因为真正的空头是会有速度盘出现的。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现在都还不能确定说它已经准备走出一个多头趋势。现在目前短线上面甚至中期上面都还是一个偏空的格局。那我们目前讲的都是期待，那因为到了这一个区间底的位置，整体吞没的反应还不错，那我们就可以去期待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劲的表现。那我们目前就要先看到这一个位置，就是这个区间顶的位置。那区间顶的位置出现之后，我就要去期待说它会直接很强势的突破这个下降轨的位置。那如果很强势的去突破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期待看到这个顶了。为什么可以做这样子的规划？我们就是依照这个区间去做一个强弱判断。如果这个区间愿意走出一个强势的一个突破，甚至它目前在短线上面就有一个强势的行为，如果它愿意延续着这样子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到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如果它在这边继续横盘震荡，我们就是要去小心说，今天只要震得太久，它价格可能都会落下来。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会是一个价格奠定基础的时间，但是不妨的还是要拉到比较长远的天期来看，都是高比高还要低，底比底还要低。那这样子的价格行为从波段来讲就是偏空的趋势，那这个大家都要去小心注意。那我们再来看到比特币的部分，那目前比特币的另外一个视角是已经回补了期货的缺口嘛，在上一次的下跌，那我们就可以去期待说，如果它回补了一个空方缺口，可能就会是一个反转的依据。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短线上面会往一个多方去看。那目前也是达到了这个上升的趋势线，然后下降的趋势线也是在做了一个主动突破。那其实可以发现，种种价格都好像已经开始反映说，已经准备要做一个比较强势的上涨。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在前方只要你洗的成本，只要你自己赔的钱够多，你都能知道，其实大部分人都差不多一样，钱已经差不多都被赔光了。所以短线上面你们不要急躁，我们都先以一个比较震荡盘面去做思考。就算这一边有撑，我还是先报到这个位置，还是说先报到这个红线的位置。其实顺就整体就在这边横嘛。那我们就是看它什么时候会去做一个发动，甚至你可能先在这一边的低处可以慢慢的先布一点仓位起来，那先布一点，然后设立停损。这个停损要设在哪里？我觉得设在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啦，因为如果到了这个角的话，大家应该会比较趋近于恐慌，可能到了这个，它会直接到这个黄线，然后会再插出一点，这时候你的停损可能会有点过大，那我就喜欢避开这种状况，所以我会希望我的停损会设薄一点，但是你设薄一点，你就要去积极的去看说有没有二次进场的机会。好，那这个就是顺的部分，我可能还会再等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到 ADA 的部分，昨天是跟大家说要小心在这个位置受伤嘛，当时我们在讲的时候是差不多这个位置。当时我跟大家讲说，你要去小心着，它可能会往下去续弱嘛，然后目前是跌破了，但是好事是说它的延续性没有到那么强，
因为正常来讲，这种区间跌破加上这个下影线，其实它是很有空间去做发挥的，但是它没有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它反而就直接回踩了。就代表说，其实短线上面其实都有大人物在买，所以你不用去急着说你目前要去布一个空单部位，你也不用急着说你目前就要去布一个多方部位。反而目前我觉得多方的胜率会比那个空方还要高一点，所以我觉得空方要去小心，因为我一直提醒大家嘛，空方不要抱得太远。那如果你想要抱太远，你可能也要一次抱到这边。你看，你目前又是获利回吐甚至亏损的状态，那这样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目前来讲，我可能会先等到 ADA 先站回了这一个黄线的位置，甚至我等一下可能看到短线有一个进场机会，我就会积极进场。而我们再来看到豆局的部分，目前也是一个 K 棒就直接吞没回去了区间的部分，所以我们还一样可以去期待说它会往一个多方去进展。而我们再来看到 Solana 的部分，其实跟以太币都差不多就是在区间底的部分去做一个震荡，但是它这个吞没的整体程度就没有到以太币、比特币那么好，所以如果我要以这个整体规划的话，短线上面我可能还会再等一下啦，希望说它可以再打一次底，不然就是说它在这边震荡就真的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区间。然后我们再来看到 Hyper 的部分，这里 Hyper 的价格是昨天走出了我们这个所谓的震荡区间，当时有跟大家讲嘛，你停损要设薄一点，要怎么设薄一点，你就直接设在这个位置，那如果跌破了你就不用怕，你就在等说第二次进场的机会，因为只要它今天跌穿了，就代表说它的价格会比较偏弱势，就像现在一样，它价格比较偏弱势，它就需要做一定的震荡整理，就算说它这边直接吞过了这个下跌 K， 它都需要做震荡整理。那这时候你再找第二次的进场机会，这样子就好了。这就是震荡规划。你在确保着你有比较好的一个成本位的状况下，你去守一个比较薄的停损，你在期待第二次的进场机会就好了。那目前 Hyper 我也是会持续去等待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的形成。那目前如果以盘面上短线上面的操作的话，我可能会先以以太币跟比特币为主，或 Solana 为主。那如果是以一个比较中期的，可能我比较看好它的波段强度了，那一样是 Hyper。那 ADA 跟豆局我还是一样会等到可能以太币、比特币做了一段喷发之后，假设有这样子的行情出现的时候，它到比较末端了，我就会把我的目光放到 ADA 跟豆局。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重要资讯。如果你有想要看我规划的币种，记得下方留言，我会在下一次的影音进行讲解。谢谢大家，大家拜拜。